关于狼孩的故事呢，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听闻，比如1920年的印度狼孩，2007年的莫斯科狼孩，还有柬埔寨狼孩。这些狼孩都无一例外有一个特征，就是心智或习性已经出现了扭曲，异于常人。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狼孩，在历史上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相传在西域有这样一个人，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所在的国家就遭到了别国的入侵，家族全被杀，还只是一个婴儿的他呢，就只有流落荒野。但是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有被残酷的自然环境吞没，反而还因为山里的野狼和乌鸦给他送食物，就长大了。长大后还报了仇，复了国，甚至还去抢了敌国的地盘，将自己的国家一步一步做大。这个国家呢，就是消失的古国乌孙国。在公元前2世纪建国，人口63万，就址位于新疆伊犁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巴尔嘎什湖附近。在伊犁广阔的草原上，共分布着上万座土墩墓，封土高大，气势宏伟，令人瞩目。据传说呢，死者生前作战的时候打死过多少敌人啊，就在墓的周围会放多少块石头，以铭记其功绩啊。考古工作者对于乌孙土堆墓的发掘呢，出土了数目可观的文物，而一件件精美的陶器、铁器、铜制饰品、古老钱币、马具等出土文物就打破了伊犁草原的沉寂，见证着这里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似乎又在向人们诉说着乌孙人千年的悠久历史。乌孙呢是西域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建立的政权也被称为乌孙。乌孙人以游牧业为主，以水草而居，在放牧的同时还常常狩猎。他们住在毛毡的帐篷里，以牛羊为食，以牛羊奶为饮品，风俗呢与匈奴很像。乌孙是汉代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重要的民族之一。乌孙国的马最为著名，当时富人养的马多达4-5千匹。乌孙受到匈奴影响很深，他们说阿尔泰语和突厥语系。那么汉代文献《焦氏异陵》中就描写说，乌孙人是属于肤色偏黑的民族。唐人颜师古呢对《汉书西域传》做了一个揭示呢，就是说乌孙人因为深目高鼻、赤发碧眼的欧洲人种。尽管说法各异，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即乌孙人与汉族人种属不同。据《史记大宛传》第63记载呢，张骞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匈奴西边小国也。反映了乌孙族早在西汉以前已在河西走廊建国。春秋战国以前呢，乌孙曾在现今的宁夏固原一带游牧，其后逐渐迁徙到河西地区。乌孙的首领为昆莫，现在所知最早的乌孙王呢，称为南兜弥。在南兜弥为首领的时候乌孙被一个强大的邻居月支所攻，国破家亡。传说当时整个乌孙部落只有2个人侥幸逃脱，一个就是部就领侯，另一个就是乌孙国的王子列交弥。部就领侯就是乌孙王宫的总管，亦或是列交弥的保姆。总之呢，就是部就领侯带着小王子跑了出来。据说为了摆脱月支的追兵拯救了这个濒临灭绝的国家，部就领侯就把幼小的列交弥搂在怀里跑了1天1夜，什么都顾不上，他心里只是想着能够逃离这个匈奴人越远越好。他不曾想到的是，这个时候的列交弥连哭声都消停了。不知过了多久部就领侯才意识到这个列交弥已经没有哭声了，于是他就害怕极了，他拼了老命的逃跑，无非就是为了保这个小王子一命结果自己只顾着逃跑，却不顾小王子的死活。小王子万一活活的蒙死的话，他自己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就当部就领侯有了一死了之、以死谢罪的念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列交弥并没有死，而是哭不出声来了。于是他就想，小王子1天1夜可能是没有吃东西，一定饿坏了，他就赶紧去给这个小王子找东西吃。于是部就领侯就把这个列交弥放在草丛里藏了起来，然后在附近呢做了个记号，一头就钻到了森林里去找食物去了。所以当时可以想象得到，除了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西域的树林里能找到什么吃的呢？更何况喂给婴儿吃的总不能是啃果子吧？而最大的可能就是部就领侯没有给列交弥找到食物，反而让列交弥就成为了野兽的食物。想到这儿呢，部就领侯就是一身冷汗，于是他连忙掉头就跑回来找这个小王子。当他回到原地的时候，眼前呈现的景象差点把他吓晕了过去。他就看到一匹凶恶的狼伸长了舌头，正一口一口地舔着列交弥的嫩肉。于是他什么都来不及想就朝这个恶狼扑了过去。或许他是想用自己的身体把这个恶狼喂饱，换回小王子的性命。可是出乎意料的是，狼不仅没有扑向他，反而将身体一摆呢，露出了狼奶，而喂到了这个列交弥的小嘴里。这个时候管家才舒了一口气原来这匹狼是上天派来拯救小王子的。他抬头一望居然还有一只乌鸦叼着一块肉站在一旁。母狼给这个列交弥喂完奶之后呢，小乌鸦接着就给这个列交弥还喂肉吃。当时管家简直就是看呆了，
觉得很不可思议，天底下竟然有这种怪事。在喂完猎椒糜之后，母狼和乌鸦就相继离开了。而管家这时候才跑到小王子的面前他就看到这个猎椒糜躺在草丛中，正笑呵呵地看着自己。古书上记载，狼和乌鸦是乌孙国的图腾，乌孙人爱戴狼和乌鸦，而不像是其他国家的民族那样视他们为恶魔和倒霉鬼。所以我们想原因就在这里。管家呢就大为惊奇，认为小王子将来肯定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于是就带着猎椒糜投靠了匈奴，并把自己看到的神奇景象禀告了莫顿单于。莫顿听了以后，认为这是上天的暗示，于是就决定来收养猎椒糜。那么猎椒糜在儿童时代就显现出了超越同龄的这个天赋与气质，于是莫顿单于就更加的注重这个天才儿童的培养和教育，为他请了不少的博学之才，文武双全的老师。光阴似箭呢，猎椒糜瞬间长大成人。单于把乌孙部民还交还给了猎椒糜，并扶持他当上了乌孙国王。猎椒糜复国之后，一心想为父报仇与匈奴右贤王相约，进攻已经西迁伊犁河流域的月支国。月支人在乌孙和匈奴人的进攻下，国王被杀死，头盖骨呢被匈奴做成了酒杯，这也就是为他的父亲报仇雪恨。月支人虽然得知大王惨死的消息，但是敢怒不敢言，只好被迫西迁。赶走了月支的乌孙，也就没有了战争上的威胁，所以乌孙人在猎椒糜的领导下，大力的发展了畜牧业，滋生人口，发展贸易，而使得乌孙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就强大了起来。有了这些富足地区的臣属呢，乌孙就显得越发的强盛，建立了一个地域广大、国力强盛的地方政权。其地呢，东接匈奴，北抵康居，西达大宛，南接郭主国，政治中心位于赤谷城。而《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乌孙鼎盛时期是公元前53至51年，人口呢63万，盛兵188800。此时的乌孙国已是西域诸国中数一数二的强国，几乎可以与匈奴平分秋色。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和亲的公主，她比王昭君还早了70多年。在2005年，新疆昭苏县下塔乡境内发现了一座墓葬，墓高近10公尺，底近40公尺，是乌孙草原中规模最大的古墓之一。考古专家根据墓的朝向以及历史记载呢，初步断定为细君公主墓葬。细君公主原名刘细君，人称江都公主，是汉朝的宗室子弟。细君的父亲刘建呢是江都王刘飞的儿子，刘飞呢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细君公主曾肩负起和亲重任，远嫁到风俗不同、文化相对落后的乌孙，为中原和西域的和平相处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且细君公主和亲乌孙呢，要比公元前33年出塞的昭君呢早70多年，比641年入藏的文成公主早了740多年，可以说是出塞和亲的先驱也有人称她为汉朝历史上第一位和亲公主。然而这位伟大的公主在历史上却很少被人提及。那么细君公主为什么会和亲呢？当时的汉代边患严重以北方的匈奴最具威胁。汉初实行的匈奴和亲的外交政策，但匈奴还是照样违约，战事依然不断。汉武帝继位后呢，决意用武，双方征战连连，互有杀伤，而汉朝损失也很大。但此时乌孙日益强大了起来，俨然与汉匈奴成鼎立之局。所以张骞根据他出使西域的考察结果，审时度势呢，及时的向汉武帝提出了结交乌孙，妻以公主与为兄弟，以治匈奴的建议，并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和采纳。在那个中原崇拜的年代当公主们一听说汉武帝要选自己充当和亲的牺牲品，远嫁到西域茫茫大漠的时候，所有的公主们都一个个一哭二闹三上吊，以死来威胁。所以皇帝一看自己心爱的女儿如此伤心，自己也心疼，就只好派刘细君去了。在公元前105年刘细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肩负着同胞的庄严使命踏上了远嫁乌孙的旅途。细君公主下嫁的是乌孙国国王猎椒糜，汉武帝想以此呢和乌孙结成兄弟之邦，共治匈奴。在《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细君公主出嫁的时候呢，汉武帝就给这个刘细君以厚礼相赠，自己还亲自将江都公主送出宫门，并派随从官员、乐队工匠、侍女护兵数百人，携带大量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等嫁妆，浩浩荡荡地送离江都公主远赴乌孙。那么长安到乌孙有好几千里的路程，当时的交通的条件下，要花多长时间真的是个未知数。并且西域不比中原，地域广阔呢，人烟稀少，途中肯定会遇到盗匪出没，还有成群的野兽等等，不难以想象他们在冰天雪地中翻山越岭，与盗匪斗智斗勇，与这个狼群殊死搏斗，还遭遇过断水断粮的困境。
这些困难被重重克服之后，他们还不得不面对这个漫漫的沙海、茫茫大漠。1年多之后，都江公主终于进入了乌孙的领地。和亲的队伍理所当然的就受到了乌孙国列娇迷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刘细君这个既大方又漂亮的公主的时候，由于常年征战而过早衰老的国王当时就呆住了。他就在想，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娶到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汉室公主是一大幸事。可是感受截然相反的刘细君就看到了丈夫的时候，难免就惆怅了起来。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已经白发苍苍、年迈体弱的乌孙王，而不是传说中的那个英勇善战、威冕八方的列娇迷了。刘细君从小就学会了委曲求全，所以他并没有把内心的失落表露出来。而列娇迷立刻封这个江都公主为右夫人，当时的随从的工匠为她打造了宫室。而汉朝每隔1年呢，就会派使臣来探望。江都公主嫁到乌孙国之后呢，对乌孙来说就像进口了一个洋娃娃一样。刘细君从小就在王宫长大，皮肤呢洁白细腻，容貌呢倾国倾城，气质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乌孙国的臣民都以娶了汉室的公主为骄傲。不久之后呢，细君公主在乌孙的地位就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因为细君到乌孙不久呢，匈奴也派遣宗室女至乌孙为昆莫的左夫人，企图呢瓦解这个汉乌联盟。细君公主当时知道之后，自己远嫁乌孙的真正目的逐步就赢得了昆莫的信赖和臣民的尊敬。细君公主很得乌孙王列娇迷的宠爱然而列娇迷此时已至风烛之年，不久于人世。为了细君公主将来的地位她有意就将这个细君公主嫁给自己的孙子君须弥。这样的想法在中原来说当然是禽兽不如的行为，但是在当时的乌孙来说却是一种风俗习惯。然而细君公主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这个风俗，于是她上书给这个汉武帝，希望能够回到中原，避免嫁给丈夫的孙子这种丑事发生。但是汉武帝回信说，现在这样对匈奴用兵不能失去乌孙这个实力的盟友，所以你应该以大局为重，遵从当地的风俗。所以无奈之下，这个细君公主只好就嫁给了君须弥，也就是列娇迷的孙子。而列娇迷为他们主持了婚礼，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早已在他先前已经去世，因此孙子君须弥继承了乌孙王位。后来细君公主为君须弥生下一个女儿，由于身体较弱，心中悲苦，再加上产后失调呢，就与君须弥成婚1年之后病死在了乌孙国。细君死后又以楚王刘吴的孙女刘解忧移嫁君须弥，继续保持两国的联盟。嫁入乌孙国时解忧公主既受到了匈奴左夫人的压制呢，又与丈夫君须弥关系冷漠，还不能融入塞外大漠的生活。几年之后呢，乌孙国反而与匈奴日渐亲密起来，原因都是那位匈奴来的左夫人为君须弥生下了一个儿子。就在解忧公主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君须弥居然驾崩了。大位本来应该由他的贱子尼弥继承，由于实在幼小呢，又不能担当此任，于是他的堂弟温归弥约定由他先继承大统。后来呢，根据乌孙国的习俗解忧公主改嫁温归弥。那么这次改嫁不仅改变了解忧公主的命运也更加推动了汉乌两国的友好发展。所以此时此刻，解忧公主终于在乌孙站稳脚跟之后生育了3男2女，自此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乌孙国的国母。在公元前72年呢，匈奴恼怒乌孙侵汉呢，出兵攻袭所以乌孙派使节向汉朝求援。汉发兵15万骑兵分5路进攻匈奴。乌孙昆莫呢率领5万骑兵从西方进攻，成合击之势匈奴受到重创，势力转衰。自此呢，汉朝北方获得了和平与安宁。强大的乌孙国为何从此在史籍之中消失呢？西汉中期乌孙内乱，后来分为大小2部，所以乌孙国的实力在内战中大大耗损。东汉末年呢，鲜卑兴起，趁乌孙薄弱呢，多次袭击乌孙。后来呢，乌孙人被迫退到天山山脉当中安居。不久之后呢，乌孙国多次遭遇了鲜卑的侵袭，后来只好被迫西迁至葱岭山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北魏后呢，就再没有关于乌孙与中原政权联系的明确的史料了。早期的乌孙国呢，虽然灭亡了，但是乌孙人现在仍然还存在于世，只是他们分散到了其他国家和部落。那些隐身于哈萨克斯坦族群中的萨里乌孙夺路部，随着哈萨克人民的建立呢，再一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所以他们脱身乌孙千年的传承又创造了新的传奇，就是哈萨克族。所以大家觉得呢？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有部分未经证实的内容，大家不要太当真哦。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不要忘了订阅与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